一部剧被剪碎、改标签之后，诚意撑住的，恰恰是最难的那部分。删减，就这2个字，能毁掉一部本来能封神的剧。今天不聊八卦，各位，我们聊制作。我想借诚意那部《与君歌》，讲一个古偶行业里特别典型，但特别少人认真拆的机制。你把这个机制搞懂了，以后再看任何一部数据高但口碑2级的剧，你都能看穿它。先说清楚哈，我不是来给谁洗白的。说到底，我只想搞清楚一件事儿，一部剧最后的口碑到底是谁决定的？是演员？是导演？还是那个你从来看不见，藏在后期机房里的剪辑流程？好，先包第一层，你看到的。与君歌开播那天，收视0 55% 夺冠，热度也压过了同期的对手，全网都在讨论。这是他风光的一面。可你翻到评分网站，另一面就出来了，1星2星占了差不多半壁江山，口碑2极分化的厉害。这就矛盾了，对吧？这么高的热度，怎么会有这么2极的口碑？我先把当时那些不同的声音摆出来啊，不是我的观点，你听完整再判断。当时确实有一种声音是说，节奏怪，权谋像过家家，预告名不副实，有些地方出戏。这些讨论客观存在，我不回避。但是等等，有个细节容易被忽略。你去把这几条掰开看，节奏、权谋线段、预告和正片对不上，这些东西有一个是演员在片场能决定的吗？没有，一个都不是。翻译成人话就是观众失望的那些点，绝大部分是成片环节的产物，不是表演环节的产物。这就是我们要包的第2层。第2层，媒体没告诉你的删减经济学。说到这个，我得先补一句背景，不然你听不懂后面。与君歌原名叫梦醒长安，他从拍完到播出，几经波折，名字改了。更要命的是，集数从原本的60集删到了49集。你想想看，砍掉11集是什么概念？就好比一道菜，火候本来是按大锅炖2小时算的，结果临上桌前告诉你时间不够，压缩出锅。食材没变，厨子的手艺也没变，但这道菜的节奏已经被外力改掉了。而且删减不是均匀删的，这才是关键。这部剧原本宣传时说的是权谋戏大于情感戏，还被夸是古偶里的一股清流。可真播出来，明显变成了情感戏大于权谋戏。网友本来准备吐槽悬疑宫廷剧名不副实，结果一看，标签早就悄悄从悬疑宫廷改成了古代情感悬疑宫廷。你品品这个操作，类型标签一变，观众的预期就全乱了。冲着权谋来的人觉得权谋怎么这么儿戏，冲着甜宠来的又嫌打打杀杀，两头不讨好。而权谋线之所以显得单薄，显得像过家家，恰恰是因为它是删减时第一个被牺牲的。权谋线复杂，铺陈长，一刀切下去，逻辑链就断了。所以到这儿，一部剧的槽点节奏是怎么来的，已经很清楚了，它是删减这道工序的副产品。这是行业的慢性病，治标不治本，跟片场那个演员真的关系不大。行，接着说，包第3层，真正的问题藏在2把双刃剑里。第一把刀叫预告和正片。与君歌官方放出的预告，那叫一个燃，颜值在线，节奏飞快，又能磕 CP 又能看拳斗，给你塑造一种2样都能满足的感觉。可正片一放出来，观众发现节奏、重点、气质全和预告对不上，名不副实的评价就是这么来的。这不是错觉，这是行业结构问题。预告的剪辑逻辑和正片的剪辑逻辑是2套完全不同的东西。预告要的是30秒内把你情绪拉满，它可以把最高光的10几个瞬间浓缩在一起。正片的讲一个完整的、有起伏的故事，它不可能每1秒都是高潮。这中间的落差，有个说法叫期待债，预告先给你借了一笔情绪的债，正片的慢慢还。落差感就是这么来的。这依然是营销和成片2套节奏没对齐的问题，不是演员的问题。第2把刀，说到这个我得停一下，配音。
古偶行业有个长期存在的现象，就是配音。祁砚这个角色设定是病娇、腹黑、深沉有城府的天子，内里全是暗涌。这种复杂型角色配音特别难，因为观众听到的声音，如果和演员在画面里给出的那个气口、那个层次对不上，就会出戏。这是声音和角色气质的适配问题，属于后期决策，往往演员自己都没法完全决定。而恰恰是在这儿，我要说一句偏爱的话，但这句我可以保证是公平的。程毅本人是那种台词功底、原声表现被反复拿出来夸的演员，所以你更能体会到那种可惜，一个原声很能打的演员，遇上不贴脸的后期声音处理，那种损耗，懂行的都知道，不是个人能左右的。好，前3层包完了，现在包最后一层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我们回到那个人身上，回到程毅。如果把删减、把改标签、把预告落差、把配音适配这些外部变量全都摆上台面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，这个演员是在一个已经被切碎、被打乱、被改了类型标签的框架里去完成他的角色的。在那个框架下，任何演员都很难改变成片的节奏。而且别忘了这部剧开局背的另一重压力，它是从平台的一场资源博弈里被力捧出来的，一开播就被寄予了过高的期待。这句话你得反着听，太高的期待是爆款的捷径，也是最容易掉进去的深渊。期待越高，落差被放大的越狠。这口锅同样不该演员一个人背。还有个点我得说公道话，祁砚这个角色，当时导演和监制在创作特辑里是把他当成反套路男主来设计的，说这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傀儡皇帝形象，也就是说，程毅接的本来就是一个有难度、想突破的角色，在一个被删改成这样的框架里，还要去撑一个反套路的复杂人设，这个难度你别小看它。我说句实在的，做这期之前，我脑子里对收视高但口碑2级这类剧是有个偷懒的判断的，就是数据靠粉丝，质量不行。但你把制作流程一层层拆开之后，我才意识到，很多时候观众的失望是真的，可失望的对象搞错了。你以为你在失望于表演，其实你在失望于那道被压缩出锅的火候。这不是演员的问题，是项目本身的问题。他已经在那个被删改的框架里做到了他能做的，而一个演员能在这样的开局里稳住，接着一步一步走下去，走到后来被更多人看见，回头看，这一步反而成了他职业里一段很有分量的经历。你别小看他。所以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，一部剧的口碑到底是谁决定的？我现在的答案是，远不止台前那一个人。作品会被时间冲刷，删掉的那11集我们大概再也看不到了。但有一样东西删不掉，就是那个演员在有限的画面里真正给出来的东西。懂的人会懂。时间通常不着急，但它从不缺席。今天这期就到这儿。如果你当年也追过与军歌，或者你手里有别的被删减毁掉的案例，评论区聊聊，我想听听你们的视角，你们比我懂得多，我这算抛砖引玉。